第一次来欧洲，我原本是来看风景的，却意外收获了一堂难忘的人生课。在这一集影片中，我们将走进巴尔干半岛最迷人的两座海滨古城布德瓦跟科托尔，它们像两颗镶嵌在亚得里亚海岸的明珠，或许对许多亚洲游客来说并不熟悉，却是欧洲人最钟爱的度假胜地之一。这里有中世纪的古城、壮丽的海湾和令人惊叹的自然风光。但就在这段看似不错的旅程中，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差点让我失去继续旅行的心情。多年以后再回想起来，我才明白，有些事情的发生并不是为了破坏旅程，而是为了教会我们一些更重要的东西。而这段故事就要从黑山的海岸开始说起。在黑山的首都波德戈里察吃过午餐后，我们搭车前往黑山最著名的海滨城市之一，也是亚得里亚海岸最迷人的度假胜地，它就是布德瓦。当我们来到布德瓦的时候，正飘着小雨。这是布德瓦了，著名的地中海。3.95欧元了，4欧元。从我们酒店打车我们到圣斯特凡岛了。这是一次很特别的来访，因为现在下雨了，雨中的圣斯特凡岛。圣斯特凡岛离布德瓦城区不远，就几公里的距离。它在亚得里亚海湛蓝的海面上静静地伫立着，仿佛一座童话中走出来的岛屿。几个世纪以前，这里是一座普通的渔村。15世纪，当地渔民为了抵御海盗的侵袭，在这块礁石上修建起坚固的石屋和城墙。随着时间的流逝，昔日的渔民村逐渐演变成今天黑山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从高处望去，橙红色的屋顶密集地覆盖着整座小岛，一条狭窄的堤道将它与陆地连接。哇，那个太阳下山了。晚上我来到布德瓦这座城市最著名的地方，那就是布德瓦老城。这座依偎在亚得里亚海岸的古城，已经在这里静静伫立了2500多年。作为亚得里亚海岸最古老的定居点之一，布德瓦曾先后经历过古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威尼斯人的统治，不同的文明在这里交汇。有人说，来到布德瓦，真正值得细细品味的，并不是某个景点，而是在这些纵横交错的小巷里漫无目的的行走。当脚步慢下来，会发现这座拥有2500多年历史的古城，不仅讲述了巴尔干半岛的过去，也展现着亚得里亚海岸最迷人的模样。
布德瓦被誉为黑山旅游之都，是亚得里亚海岸最受欢迎的度假城市之一，拥有欧洲最迷人的海岸之一，许多欧洲人把这里当作是度假天堂。这里既有中世纪古城的厚重历史，也有亚得里亚海的浪漫风情。眼前这座被海浪环绕的古城就是布德瓦老城，2500多年来，它始终守望着亚得里亚海。从古希腊商人到罗马帝国，从威尼斯人到奥斯曼人，无数的文明在这里留下足迹。厚重的石墙抵御过海盗和战争，狭窄的街巷见证过商船往来和时代变迁。而今天，当海风再次吹过这些橙红色的屋顶，这座古老的海滨要塞早已成为黑山最受欢迎的旅行目的地。前2集巴尔干半岛的影片创下了这个频道近3年来少见的记录。影片发布1天后，播放量还不到1万。在过去的几年里，这种情况几乎从未出现过。也许是因为这些素材拍摄于7年前，少了一些当下的时效性；也许是因为大家还不太习惯看阿树跟团旅行的内容，觉得少了些自由探索的味道。具体原因我其实也不知道，不过没关系。做视频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很多事情并不完全由自己决定，我能做的就是尽力把每一支影片拍好、剪好，把沿途的故事认真分享出来。至于结果如何，就交给时间和观众去回答吧。等更新完这次巴尔干系列之后呢，我也将踏上新的旅程，到时候呢就能和大家分享最新鲜、最热腾腾的旅行见闻了。无论你是刚刚来到这个频道，还是已经陪伴阿树很多年的老朋友，都谢谢你的支持。我们继续出发，继续一起看世界。寫得就係咪啊？Systems falling up and down those gates. This is your
吃过午饭，我们将离开布德瓦，继续沿着亚得里亚海岸北上，前往黑山的另一座著名的海滨古城科托尔。如果说布德瓦代表阳光、海滩和度假的浪漫，那么科托尔则更像是一座被群山和历史共同守护的中世纪城市。这里不像布德瓦面朝辽阔的大海，而是收缩成狭长的海湾。1979年，科托尔及其所在的海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数百年来，不同的文明在这里交汇，也让这座古城成为亚得里亚沿岸最具传奇色彩的地方之一。你看这个城墙就像长。科托尔位于布德瓦北边大概30公里处，我们开车大概40分钟就来到了这里。游人没什么来的，我们就，哎呦，这好像也是什么公主号。这里。
在科托尔老城，我们沿着古老的石阶向山顶攀登。眼前这条蜿崖上的城墙已经守护了科托尔数百年，它一路从海边延伸至山巅，全长超过4公里。许多人认为这是亚得里亚海岸最壮观的防御工事之一。我们的目的地是山顶的圣约翰要塞。几个世纪以前，威尼斯共和国在这里修建了坚固的堡垒，用来守卫科托尔湾这座重要港口。由于地势险要，城墙几乎与山体融为一体，形成了一道天然与人工共同构筑的防线。随着海拔不断的升高，脚下的科托尔老城逐渐变得渺小，橙红色的屋顶、古老教堂和狭长的街巷被厚重的城墙环绕其中，而远处的科托尔湾则在群山之间缓缓展开。但终于抵达圣约翰要塞，眼前的景色让人惊艳，一路攀登的疲惫一扫而空。深蓝色的海湾蜿蜒深入内陆，两侧群山陡然升起，古老的科托尔城静静躺在海湾的尽头。我没有去过北欧的峡湾，但我听好些人说，第一次来到这个巴尔干半岛的海湾都会产生同样的疑问：这真的是巴尔干半岛而不是北欧的峡湾吗？这里是否让你有一种北欧的感觉呢？走了40多分钟，马上要到头了，哇！我都不吃了，上去吃方便面去。这样子啊？哎，我朋友说要啊。啊？手机上的这个延时功能啊。制作预热。在科托尔的第2天一早，天还没亮，我
们就出发。这次我们要去科多尔必看的一个名片地标，它是一座海面上漂浮的小岛。如果说圣士凡岛是黑山的旅游名片，那么待会儿我们看到的这个小岛呢，就是科托尔湾最富传奇色彩的地标。许多游客来到科托尔湾，最期待的并不是科托尔老城，而是这座漂浮在海面的小岛。这座漂浮在峡湾海面上的小岛叫岩石圣母岛。它并不是一座自然的岛屿，而是当地居民用数百年的时间一点一点建造出来的奇迹。相传1452年，2名渔夫在海中的礁石上发现了一副圣母像。从那以后呢，每当船只平安归来，人们都会向这里投下一块石头，感谢大海的馈赠，也祈求未来的平安。数百年过去，无数石块和沉船沉入海底，一座岛屿竟从海面缓缓诞生。这就是岩石圣母岛，也是科托尔湾最传奇的故事。在影片开头说到的，在欧洲旅行学到的人生重要一课，是2019年来到雨中的布德瓦后，可能是因为相机受潮，储存卡出了故障，也就是我来到巴尔干半岛拍摄的影像都无法传输到电脑上，而且储存卡必须格式化以后才能继续录像。也就是说，这些旅途中认真记录的一点一滴，有可能永远都看不到了。虽然时隔已经大概7年了，我仍记得当时的我瘫软地躺在了布德瓦的床上，感到一阵万念俱灰，伤心极了。虽然这么说有点夸张，但是那时候真的旅行的心情都几乎荡然无存了。虽然我知道回国后可以去修复储存卡，但是能不能成功救回来，当时的我并没有十足的信心。这个小插曲对当时的我打击挺大的，比在塞尔维亚丢了行李箱更让我难过。接下来半途旅行中，同行的小伙伴看我蔫蔫的，都鼓励我振作起来。后来回国后，储存卡厂商成功帮我修复了里面的内容。那些原本以为可能永远失去的影像，最终呢又重新回到我的电脑里。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在黑山那种患得患失、寝食难安的心情，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最后什么呢都没有失去，但是那些焦虑和痛苦却真真实实的经历过。特别是几年后，我成为一名 YouTube 博主，带着相机去了很多的地方，也拍摄了很多的影片，记录下更多难忘的风景和故事。直到那时，我才发现，当年那些差点丢失的巴尔干影像，其实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重要。如果真的遗失了，会遗憾吗？当然会，但也仅仅只是遗憾而已。这些年我慢慢明白一个事儿，就很多时候让我们痛苦的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结果的担忧跟想象。事情还没有发生，我们却已经在脑海里预演了无数次最坏的结局。我们害怕失去，害怕失败，害怕努力白费，于是把自己困在焦虑之中。可是回头看，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坎，大多数都过去了。有些遗憾后来释怀了，还有一些事情即使真的失去了，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无法接受。旅行教会我的或许不是如何看世界，而是如何面对那些无法掌控的事情。因为人生有很多的烦恼都来自于我们试图控制那些根本无法控制的事情，而成长或许就是慢慢学会与这种不确定和平相处。
走啦，我们口吐啦！哎呀，太爽！千万别撞了啊！离开岩石圣母岛，我们沿着科特尔湾继续前行。我们将前往一个小镇，它就像隐藏在科特尔湾深处的明珠，它叫佩拉斯特。佩拉斯特不像科托尔古城在游客心目中有那么重要的位置，它好像是被时间遗忘的一个小镇。几个世纪以前，这里曾是亚得里亚海重要的航海中心，威尼斯商船往来于海湾之间，船长、贵族和航海家共同创造了这座小镇最辉煌的时代。今天昔日的繁荣已归于平静，但古老的石头宫殿和教堂依然静静守望着海湾。高耸的圣尼古拉教堂钟楼是佩拉斯特最醒目的地标，它始终伫立在海湾之畔，见证无数船只驶向远方，也见证这座小镇的兴衰与变迁。远处群山环抱着平静的海面，能够俯瞰刚才我们游览的岩石圣母岛。海风缓缓吹过，钟声偶尔回荡在古老街巷之间。这一刻的佩拉斯特仿佛仍停留在威尼斯共和国统治下的航海时代，而这份宁静也让它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科托尔湾最迷人的地方。佩拉斯特回来，我们在科多尔城里面遇到一个街边的集市，充满了生活气息。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的观察欧洲的一个集市，觉得十分的新鲜。
之间，我们已经在科托尔度过了一天。从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科托尔古城，到俯瞰整个海湾的圣约翰要塞，从漂浮在海面上的岩石圣母岛，到安静优雅的佩拉斯特小镇，这片被群山环抱的海湾，不仅拥有巴干半岛最迷人的风景，也承载着数百年的航海传奇跟历史记忆。一路走来，我看见了亚得里亚海的湛蓝，也感受到了黑山独特的魅力。这里或许没有欧洲热门旅游国家的人潮，却有令人难忘的自然景观。这些2019年的影像，时隔多年再看，一些藏在心头的遥远的记忆，好像是苏醒了。最让我难忘的是站在圣约翰要塞上俯瞰科托尔峡湾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美感，真的是如一幅画卷一般展现在我的眼前，超级的秀丽。离开黑山之后，我们将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跨越国境，前往另一个充满故事的国家波黑。下一站又会遇见怎样的人和风景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这集影片，欢迎帮忙点赞、留言并订阅频道支持我。我们下一站波黑见。